你的头碰到枕头，但你那不知疲倦的思绪是否开始了一场马拉松？你是否一夜又一夜地在床上辗转反侧，与那似乎有自己生命一个比一个更紧迫的思绪雪崩做斗争？对第二天人物的焦虑，你循环播放的对话，萦绕不去的过去的错误，所有这些都把你的休息之地变成了一个战场。夜晚本应是和平与恢复的圣殿，却成了一个拒绝关机的大脑的第二个工作班次。在这场无声的战争中，你并不孤单，但你寻求的解决方案并不在于短暂的解决办法，或仅仅是素养。答案在于一种古老的智慧，一种志在为你终获平静的心灵技术。你感觉到这种背叛，不是吗？身体深度疲惫，拼命渴望休息，但大脑却拒绝服从，将你口为人知。这是一种从内心俯视的挫败感。白天，你像拉着手叉一样运作，感觉到烦躁一触即发，注意力不集中，破坏了你的生产力，含有一股低能量的迷雾阻碍你充分享受生活。每个没睡好的夜晚，都是你在第二天偿还的债务，被困在疲劳和焦虑的恶性循环中。这种夜间的混乱状态，并非你的命运，它是一个记录涣散的大脑的症状，是一个没有得到适当结束的一天的症状。你已经成为发生在你自己透露内部的担忧剧场中的主要受害者。但今天这场战争结束了，今天你收到了通往和平的地图。这不是一个关于睡眠技巧的影片，这是一个成为你自己休息的建筑式的训练。我们将在你的脑中安装5个4多个协议来保护你的睡眠，将你的夜晚准备变成一个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意识。在我们深入了解这些知识之前，让我们采取第一个世纪步骤。如果你准备好夺回你的夜晚，请订阅这个频道，点赞以加强我们的社群，并在评论中宣告你的意图。写下我的夜晚将属于我。这不仅仅是一条评论，这是你的发令，是掌控并将你的心灵转变为这警报雷的第一个行动。你即将学到的不是一套现代的技巧，而是一种休息的工程学，由人类心灵最伟大的战略家4多个学派所锻造。他们明白，如果人有心灵漫无目的，他就会变成一片波涛汹涌的海洋。因此他们开发了谢意即心灵操作系统，一边在内在的混乱中建立秩序。我们不会将4多个主义视为一种学术性且遥远的哲学，请将其视为你心灵的简短技术，一套使用而锋利的工具，旨在瓦解焦虑、处理担忧，并为主境的战房准备土壤。你不需要阅读几十本书，你只需要应用它们，用来指挥军队、统治帝国，以及最重要的，统治自己的原则。这是一个将为你改变一切的根本性中枢框架。你的问题不是失眠，睡眠只是结果，是最终的产物。真正的问题是一个结束的不好的白天和一个没有被正确关闭的大脑。你一直试图追捕睡眠，在夜晚带着挫败感追着它，但又知得睡眠不是你靠无力捕获的东西，它是你吸引来的东西。当它的到来条件被有意图和记录的培养时，它会自然而然的到来。因此，我们这次会面的目标不是教你如何强迫你的眼睛闭上，目标是教你如何培养一种如此深刻和稳定的内在住境状态，以至于睡眠成为不可避免和受欢迎的访客。我们将把你的睡觉时间从一个战场转变为一个神圣而强大的结束意识。为了将这种时间植根于永恒的智慧中，我们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如塞内卡这位教导我们回顾一天以平静灵魂重要性的顾问，马克·奥勒留这位在帝国混乱中通过写日记寻找清晰的皇帝，以及埃毕克泰的这位成为只专注于我们能控制知识的大师的前努力。他们不是神，他们是和你一样面对同样心理斗争的人。不同的是，他们有一个系统，他们明白白天获得的自制力和黄昏是应用的纪律，是获得住进心灵的关键，从而带来修复性的睡眠。今天，这种千年只会成为你的个人策略。既然你的意图已经确定，让我们开始工作。我们将一砖一瓦地建造你的夜晚堡垒。这5个协议不仅仅是建议，它们是修习建筑师的基础实践。
每一个都是一个远离混乱、走向主经的可以步骤。请密切注意，因为你不仅仅是在学习一种技巧，你正在塑造一个新的身份。第一个协议是你的释放工具，结束日志，我称之为塞内卡的倾斜。在考虑上床之前，你将拿一本简单的笔记本和一支笔。你的目标是将脑中盘旋的每一个担忧、每一个待办事项、每一个焦虑都倾倒在纸上。不要过滤，不要整理，不要评判，只管写。将胆又从你的脑中移出，将它们囚禁在纸页上。这是将混乱外化的行为，以便你可以培养内在的秩序。这是你对你的心灵下达的第一个命令。我知道这里会出现什么样的内心冲突。你疲惫的大脑会说，这只是漫长一天中的又一项任务。它会抗拒，会抵御说这是无用的。这种抗拒是你就有变成的声音。它相信紧紧抓住，但又是一种控制方式。大脑害怕一旦放开担忧，可怕的事情就会发生，你会忘记重要的事情。这是一种责任的幻觉。你将担忧的行为与准备的行为混淆了，而这种混淆正是你野蛮平静的盗贼。还有一个更微妙的恐惧在作祟，害怕写下你的焦虑会让它们变得更真实、更具体、更可怕，就好像给创下的怪物明明会赋予它力量一样。但斯多哥的智慧恰恰告诉我们相反的道理。恐惧和焦虑在时空思乡的黑暗和沉默中茁壮成长，它们就像鬼魂，当暴露在书面文字、冰冷客观的光线下时，就会失去它们的形状和力量。通过写作，你不是在给怪物力量，你是把它从藏身之处拖出来，看清它的真面目，一组思想，而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现实。把你的心灵想象成一座巨大堡垒的智慧室，在一天中，数十名新使带着消息、劲报和待解决的问题到来。到了晚上，这些新使继续大喊大叫，在走廊里跑来跑去，敲打着门。结束日只是你作为堡垒智慧馆的行动。你坐在你的桌子前，一个接一个地接待每一位新使。你在你的记录簿上写下他们的信息，然后说：一手到，一归档。我明天会在适当的时候处理。现在解散。你写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被牵散的心事，每一个段落都是你心灵堡垒中一条被清空和安静下来的走廊。你不是在忽视这些信息，相反，你正在以最高级别的组织来处理它们。你正在创建一个系统，其中每个担忧都有其制定的位置，而那个位置是纸张，而不是你休息的精神空间。你日志的页面成为一切都已记录且无意遗漏的证明。这种确定性是让你的心灵最终放下防备的钥匙。在这个可能需要5到10分钟的过程结束时，你不仅仅是清空了你的思绪，你完成了一个意识。你在时间上画出了一条清晰而不可逾越的界限。随着最后一个字的写下，你正式宣布你大脑的工作日已经结束，战斗已经打过，决定已经做出或有意推迟。现在出现了一个真空，一个干净的空间。正是在这个被政府的激进空间里，和平终于可以开始降临。这是你成为黄昏大师旅程中的第一次胜利。第二个协议手术版的精确都补充了。第一个协议，明日的准备，或称奥勒留的遗产。在清空了你对过去一天的担忧之后，你将给你的大脑一个单一而清晰的指令，危机将到来的一天做准备。你不会计划一整天，你将以绝对的清晰都决定你醒来后要执行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只有一个。把它写在同一个日志里，新的一页上，或者写在一张便利贴上，放在显眼的地方。对这种做法的抗拒来自于疲惫。疲惫的大脑志向以往，拖延。他说：“明天再说吧。”但他没有意识到的是，这种犹豫不决正是夜间焦虑的种子。当你让你一天的开始选而为决释，你的潜意识正晚都在试图解开这个方程式。它处于一种低度但持续的境界状态。自问：我该从哪里开始？什么最紧急？这种几乎察觉不到的背景噪音，足以搅动你睡眠的水域，且去其深度。很多时候，我们将计划与担忧混淆。你相信，通过在闹中反复思考，
明天需要做的几十件事情，你就在提高效率。但你没有，你只是在进行一次焦虑的巡演。你在没有多的情况下搅动着心灵的海洋。斯多各式的准备则相反，这是忽略白痴狼，专注于安装一座单一而强大的灯塔的行为。通过确定第一个人物，你给你的心灵一个锚点，一个清晰的方向，从而平静其余的一切。明天的位置变得不那么可怕，因为第一步已经被照亮了。再次想象你心灵的海洋。第二天的不确定性是在地平线上形成的一场风暴，无云是数十个人物，电子邮件和问题在等着你。没有计划就上床睡觉，就想让你的船在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中漂流。你将被焦虑的浪潮跑来跑去。然而，决定你的第一个人物，就像在你的航海图上画出一条清晰的航线，并将舵锁定在那个方向。你仍然知道风暴在哪里，但你不再漂流。你有一个出世的目的地，一个目标。这个决定第二天第一个行动的简单行为，对帕星脑来说是一种强大的镇静剂。你消除了出世不确定性的焦虑，这是市面最常见的来源之一。你的大脑终于可以放松了，因为我先做什么？这个问题已经被回答了。它不再需要在夜间浪费宝贵的能量来试图组织造成的混乱。你给了他一份礼物，第一步的确定性。这是一种自我同情和最高策略的行为。堪比以为皇帝为第二天的战斗做准备，结果是一种权力的转移。你不再是一个不确定明天的受害者，而是成为你自己开始的建筑师。你醒来是带着一种使命感，而不是恐慌。这种前一天晚上建立起来的清晨的清晰，反映在更深更安稳的睡眠中。你睡得更好，因为你的一部分已经知道自己准备好了。你给了你的大脑一个清晰的命令，现在它可以执行夜晚最重要的命令，为已经确定的任务深度休息。心灵清楚了过去，为未来做好了准备。我们来到了第三个也是最深刻的协议，每日回顾，祭司多个的良心审查。这不是寻找错误，而是一种驻静的反思。手里还拿着你的日记，你将对结束的一天问自己3个简单的问题。第一，今天根据我的价值观，我做对了什么？第二，在那里我本可以做得更好，更有耐心、勇气或智慧。第三，我如何利用今天的学习，让明天变得更好一点？这里的冲突是巨大的，因为它直接攻击我们的自我。人类的心灵讨厌承认失败，因此我们倾向于做2件事：要么我们沉溺于残酷和破坏性的自我批评，将反思变成法庭；要么我们完全避免这个过程，害怕我们可能会发现什么。2种方法都是的气犯。过度的自我批评产生焦虑和羞耻，而逃避则保证我们会重复犯同样的错误。4多个的时间，寻求一条中间道路，客观且不带评判的观察。我们抗拒这种做法，因为我们讲自己是谁与我们做什么混为一谈。如果我们不耐烦地行动，我们相信我们是不耐烦的；如果我们在臆想人物中失败，我们相信我们是一个失败者。4多个的回顾是这种有毒融合的解读剂，它训练你将自己与你的行为分开，并像科学家分析数据一样分析它们。目标不是责备自己，而是理解模式，是别出发点，并提取有价值的教训来帮助你成长。这是一种自我提升的时间，而不是自我惩罚。这个协议最完美的比喻是工匠的比喻。一天结束时，一位木匠大师不会看着他正在制作的椅子，因为他有一条腿歪了就变大它。他不会对木头大喊大叫，他用技术的眼光观察它。他测量、分析切割的角度，在心理货币基本上注记。这个切割明天需要更多注意，我在这里用错了工具，我需要在那里更稳固。他从一天的工作中学习，以便明天的工作更加静止。你是工匠，而你的品格是你日复一日雕刻的艺术品。这种良心审查能将你的好日子或坏日子转化为成长的燃料。一个成功的日子，经过分析后，解释了你可以复制的策略和美德。一个充满失败的日子，在不加评判的分析后，成为你最宝贵的老师。
准确地解释了你需要在哪里集中精力来改进。你不再生活在被动反应的循环中，而是开始过一种有意识进步的生活。每一天都成为一堂课，每一个夜晚都成为整合这堂课的机会。这种时间的结论是一种深刻的完整感。你结束这一天时，知道自己没有留下任何未解决的问题，即使是在你自己的发展中，你诚实地看待自己，学习了，并承诺要改进。这以一种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法做到的方式平静了良心。你可以休息，不是因为你完美，而是因为你诚实，并且致力于你的进步。你水的象征一只人，不是因为你从不犯错，而是因为你有勇气正视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学习。对于已经到达这一点，吸收了3个深刻协议的你，有个简短的消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只是锻造一个坚定不移心灵旅程的开始。如果你感受到了这种转变的力量，并希望进一步深化你的训练，我创建了一个名为4多个心灵的特别播放列表，其中包含处理焦虑、拖延和日常挑战的工具。我会将它放在制定的第1条评论中，把它当作你日间战斗的军火库，这样你的夜晚就永远是和平的。请继续观看，因为接下来的2个协议是你暴雷的最终封印。我们来到第4个协议，这是现代世界中一条不可写上的规则：数位斋戒，你对抗噪音的暴力。规则极其简单，但挑战性极深。在睡前至少60到90分钟内，断开所有屏幕、手机、电视、电脑、平板电脑。这不是关于影响褪黑激素的蓝光的建议，你已经知道了。这是一道战斗命令，旨在保护你的心灵免受刺激和他人焦虑的侵袭。你的我是必须成为一个类比的圣殿。对这条规则的抗拒是最发自内心的，因为我们在对抗一个志在捕获我们的成瘾。手机已成为我们的标准镇静剂，我们应对无聊和焦虑的安抚剂。当沉默降临时，手脚痒痒地想拿起设备，寻求以及多巴胺，一种分心，任何能阻止我们与自己思绪独处的东西。我们害怕无聊，我们深深地害怕感受空虚，因为正是在那空虚中，未经处理的担忧才会浮现。这场冲突是我们时代的核心战役。你的注意力对抗注意力经济，每一个统治，每一次无限滚动，每一个推荐视频，都是一个旨在让你大脑保持参与、激动和反应的钩子。当你把这个混乱的源头带到床上时，你实际上是在邀请整个世界，激起危机、观点、愤怒和付钱，与你同床共振。你试图在数位噪音的嘉年华中寻找和平，这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数位斋戒是你的主权行为。让我们中文暴雷的比喻：白天你心灵的大门可能对贸易开放，接受信息，进行战斗，但到了黄昏，黄昏大师下大命令。数位斋戒是生气刁巧的行为，这是吹响号角，向同志和分心的大军宣布，你的精神领地已停止营业。你正在宣布你的心灵为非军事区，一个神圣的空间，外界的噪音不得进入。这种可以得断开行为创造了一个神圣的真空。正是在这60到90分钟的寂静中，其他的协议才能开花结果。这是你用来写日记、反思、阅读一本能平静心灵的实体书，与亲人交谈，或仅仅是活在当下的时间。你让你的大脑自然地开始产生放松的化学物质，而不是用压力和兴奋的物质轰炸它。这是一种每日的精神排毒。通过时间数位斋戒，你获得的力量是巨大的。你向自己证明了你处于控制之中，你不是你的冲动或演算法的奴隶。你重新学习了与自己相处的艺术，在沉默中找到慰藉。这种时间比任何其他时间都更能重新定义你与科技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与你自己心灵的关系。你停止使用外部噪音来掩盖内部噪音，而是学会从源头上平息内部噪音。最后，我们来到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协议。这是最终的封印，是休息建筑师在投身夜晚之前的最后一个行动。呼吸之锚，躺在床上，在黑暗中，心灵清澈，房间安静，
你将执行一种简单而强大的呼吸技巧，不需要任何复杂的东西，可以是4至7、8计数法，吸气4秒，屏住7秒，呼气8秒，或者仅仅是观察你的呼吸进出，而不是控制它。目标是给你的心灵一个单一、平静且有节奏的人物来专注。为什么这么难？因为整天在不同事物间跳跃的心灵抗拒简单，它会分心，一个随机的想法会出现，会感到痒。你会发现自己在想：我做得对吗？这里的内心冲突是我们对抗自己对复杂性的需求和对即时结果的不耐烦。这个练习不是要达到一个完全空白的心灵，而是要温柔地将你的注意力一次又一次地带回到呼吸这个锚点上。在这里，锚的比喻是字面上的，也是完美的。想象一下，你的意识是漂浮在你心灵海洋表面的一艘小船，波浪是来来去去的思想、情感和感觉，它们永远存在，试图停止波浪，试图老且令人疲惫的。呼吸是你的锚，当你专注于它时，你就将锚抛入海底。波浪思想会继续经过，船仍会轻轻摇晃，但它再也不会被水流带走，飘向焦虑的开阔海洋。你保持稳定，锚定在当下，而残留思绪的流动则失去了对你的力量和控制。每当你的心灵分心时，你不要与之争斗，你只需承认分心，并以一为经验丰富的船长的沉住，轻轻地拉动锚绳，将你的注意力带回到空气进出肺部的感觉上。这是一个温和的专注联系，是接受和不断回到当下的联系。这个最后的行动是与你的神经系统的直接沟通。还慢而受控的呼吸是你可以向你的大脑发出的最强大的信号之一，告诉它我们是安全的，战斗结束了，是时候关机了，是时候修复了。它启动副交感神经系统及休息和消化系统，降低心率，放松肌肉，并在生物学上为睡眠做准备。这是你有意识的意图与你身体生理反应之间的最后桥梁。在完成这最后一个协议时，你已经完成了这个意识。你不再是躺在床上等待并期盼水面的到来，你是一位大师，一步一步地为和平创造了完美的条件。你清楚了过去，准备了未来，从现在中学习，平息了噪音，安抚了身体。在实践和身份上，你已经成为夜间心灵的守护者。现在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只需放开控制的最后一根绳索，让自己沉入你应得的、为自己建造的深层修复性休息中。你走完了整个路程。今晚你开始试试一个被混乱心灵摆布的认知。现在你在这里掌握着自己内心堡垒的钥匙：5个4多个协议、日记倾斜、明日准备、当日回顾、数位斋戒和呼吸之锚，不仅仅是一系列人物，他们是你建立新身份的支柱。休息的建筑师，黄昏的大师。技术力量不在于知道道路，而在于日复一日地走在这条路上。这些意识的无声记录是将焦虑转化为助境，并将没睡好的夜晚转化为力量和更新源泉的关键。现在是你最后承诺的时刻，是你对自己和世界的宣言。你的第一个宣言是：我的夜晚将属于我。现在你拥有了工具，你的新宣言应该反映你建立的力量。在下面评论：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作为你训练的最终阴极和你坚定不移力量的提醒。而对于你坚持到最后，吸收了每一个字兵，致力于你的转变的人，也请宣告这一点。评论我坚持到了最后，来加入完成他们开始的事情的人的社群。如果这段旅程对你有价值，请用一个赞和订阅频道来加强你的承诺。这些知识不应该被珍藏起来。外面就在此刻，无数的人正在进行着你曾经进行过的同样的无声战斗，在他们的床上感到孤独和绝望。他们不需要有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案，他们需要真正的智慧。你作为休息建筑师的最后一个行动是成为他人的等他，与你知道需要听到这个消息的人分享这个影片。这样做，你不仅仅是在分享一个影片，你是在伸出援手，提供和平的工具，履行你的意识，建造你的堡垒。愿你的睡眠深沉，你的觉醒强大。